你是否有遭遇过以下场景：下载一个软件不知道它是否带毒，但是又不敢在自己的操作系统上做验证；软件不兼容，你需要模拟一台 PC， 但是你没有现成的物理机；想学 Linux， 但是你又没有勇气格式化现在的电脑操作系统。如果你有以上困惑的话，那么今天这期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老田，一个离不开粉丝的 YouTuber。这个 slogan 好久没有说了啊，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做类似的影片了。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给大家带来的是Windows 上虚拟机的一个安装和它的一个功能介绍啊。我们这边介绍这款虚拟机是 VMware 的虚拟机。如果大家刚好在 macOS 上也有类似需求的话，欢迎点击影片上方的链接。那市面上有很多虚拟机软件啊，比如 VirtualBox、Parallel Desktop， 那它不然就是不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或者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它的体验却没有很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VMware 这款虚拟机软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好，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安装啊。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面一些基础的功能和使用。那这边呢，我已经把镜像下载下来了啊，从官方网站上下载下来。现在微软官方是提供这个镜像的。那么关于这个镜像如何下载，我们会在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啊。那我们首先打开浏览器，先去下载 VMware 这款虚拟机软件啊。这里不管你搜索哪一种这个关键字啊，只要有 VMware 都可以到达这个链接。那我搜索的是 Fusion 的话，严格说是 macOS 上这款虚拟机的一个命名，在 Windows 上叫 Workstation 啊。那这里我们点击以后跳转到这个 Broadcom 的这个官方网站啊，这个网站需要登录。那我这边啊已经给大家过滤掉许多踩雷的地方了啊。那咱们这边直接告诉大家如何操作啊，点击右上角去点击注册啊。注册的时候呢，输入你自己的邮箱啊，任意邮箱都 OK。那我这边因为是给大家演示，所以我其实输入的是自己以前注册过的这个邮箱啊。那么这边它会需要你的邮箱去收一个验证码，然后将验证码输入进去以后啊，正常情况下你这边点击 Verify and Continue 就注册成功了啊。底下可能还会需要你填写一些个人信息，那我这边提示该账号已存在。那所以我们这边就用刚才的这个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就行了。登录进去以后呢，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像 Dashboard 的一个后台界面啊。那这个界面上有很多功能，我们不用慌啊，先点到 My Downloads 里面。My Downloads 的页面加载完成以后呢，这里可以点选去查看啊，这里很明显有一个 VMware 对吧？我们勾选，然后点 Show Results。但是点完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结果啊，不用担心，因为它把这个下载链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点击这边的 Here 啊。好，这次页面加载完成后啊，咱们再次点击刚才这边的这个过滤器啊，过滤器这边还是勾选 VMware， 然后点这个 Show Results。点完以后你会发现页面没有什么变化啊，但是底下其实已经预设了很多软件啊，这里有很多熟悉的软件，如果大家是从事 IT 的话会非常熟悉啊。那我们这边啊点击 Workstation Pro， 这个是Windows 上使用的版本啊，这里可以看到有2个主要版本啊。那我们点击上面一个主要版本啊，这个版本应该是最新的。点击这个链接，跳转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直接列出了有一个下载的选项啊。如果我们悬停在上面，会发现它这边提示 Screening Required 啊，这个是说需要做一些身份的验证啊。那我们这边停留在上面啊，协议这边也是同样提示啊，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卡在这里啊。那我们这边需要点击这个协议啊文本，然后再把这个页面关掉啊，不用看完，这边勾选就可以勾选上了。这时候你再点击下载，你会发现这个下载按钮可以被点击了，但是它跳转到的是一个提交 form 的一个表单的页面啊。我们这边简单填一下信息，有一些信息是我之前注册 Broadcom 的账号的时候已经预填写好的，有一些是需要它需要我们补充的。这边提示这个信息已经提交完成啊。然后这个页面会自动刷新啊，大家稍微有点耐心，需要等待3到4秒钟它才会自动刷新。此时再去点下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正常下载了。我们可以注意到浏览器的右上角开始下载了啊，这么小一个软件，折腾了半天。
这个也是 VMware 把这个软件厂商被 Broadcom 收购以后的问题啊。那我们这边直接点击完成以后，加载安装程序，一路点击 Next 一路点击 Next。我们这边不修改它的默认安装路径啊，修改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虚拟机本身软件在哪不重要，因为它不是很大啊。那个虚拟机的磁盘文件你可以选择放到其他的磁盘，等会我们会演示啊。这里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是否要在桌面新建快捷方式，或者这个 Start Menu 里面需不需要这个有一个开始菜单的选项啊。好，安装完成。完成以后，我们回到桌面啊。此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分辨率调的比较高这个分辨率调的比较低，所以看上去图标很大。我们双击这个图标，这里可以看到有3个大按钮啊。第一个是创建虚拟机，第二个是打开虚拟机，第三个是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啊。这个高级的远程服务器现在都可以连接的那么这边我们默认是选择 Typical 典型的。这样会简化安装，但是大家会看到其实安装还是挺麻烦的。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镜像的后缀名就是 ISO 的大家不要下错这个镜像然后这边直接拖拽进去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点击 Browse，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桌面上的镜像文件，点击 Next 这边命名不需要改这个命名还不错。这 Location 呢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 C 盘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我们把这个 Location 可以放到其他地方我们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VM， 然后点击 OK， 再点击 Next 这边提示说是需要针对哪一些文件做加密那它默认是强制你一定要加密的，所以我这边如果点击 Next 的话，不输入密码点击 Next， 它会提示密码不能为空那这里是针对有 TPM 的加密芯片它模拟的是这个虚拟的硬件有加密芯片的才加密一般这个选择默认就可以了这边有提到这个 Windows 的凭据管理器里面可以去记录你现在输入的这个密码它知道你这个密码可能记不住，对吧？那这边是提示你这个磁盘文件是否需要分割简单说就是它虚拟了一块硬盘，但是硬盘上可以装很多个操作系统嘛，那么你这个不同的操作系统需要分割开来吗？最好是分割开这样以后转移会方便一些。那一切都就绪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默认的配置那这个需要提一下，这边网络配置默认是 NAT 如果初学者大家选 NAT 就可以了如果是高级玩家的话可以选择 Bridge 的是桥接模式你可以获取一个局域网内的 IP。这边我给大家演示，所以把这个自动开机给取消勾选了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在哪儿去点选去启动这个虚拟机这边有 Power on this virtual machine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击好以后虚拟机开始启动。那我们这边有加载刚才加载的这个系统镜像光盘安装镜像光盘。那我这里这个手没有太快我这个窗体没有点掉，所以它系统当中光盘加载超时了因为需要按一下回车去触发嘛，按任意键触发。那我这边按 Ctrl 和 Alt 这个是也要给大家分享的。按 Ctrl Alt 你可以这个让嵌入在虚拟机系统里面的这个鼠标给还原到你现在当前宿主机的操作系统的鼠标这样的话你才能点击虚拟机的一个菜单虚拟机软件的菜单。那刚才我用虚拟机软件的功能给它重启了一下这部分等会我们也会再提到。那这里是默认 Windows 安装的一个过程这边我们不加载 key 我们没有 key， 只是给大家演示。操作系统的话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操作系统就 OK 了。这边我就加速了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大家通常会先进行磁盘分区，其实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分区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点击分区创建分区，你只需要直接点 Next， 它自动会给你创建好 Windows 需要的这个分区和这个引导记录的好第一次重启接下来大家会看到很多次重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Windows 系统上装 Windows 虚拟机需要有这么多次重启这边都是 Windows 的默认的配置这里是输入这个设备名计算机名然后输入好以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它又重启。然后我们重启好以后回到这个界面，它让你选择是公用的还是私用的。
进入到一个漫长的 Windows Updates 的界面这次还干脆就直接给你更新起来花了我好长时间非常久。又重启，大家可以数一下一共重启几次又重启我这边都一路快进再次重启，这次回到这个界面需要你输入这个微软的这个 ID 结果这个 ID 这步还跳不过去现在这边我非常快的快进掉了最后我们进入到了操作系统。好的，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虚拟机的功能首先要介绍一下它这个菜单有2种这个是你当前安装的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的一个这个 settings 一个选项，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这个全局选项那你刚才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的这个选项还可以从这边打开不一定要右键好，下一个是这个虚拟机这款软件本身的全局设置这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设一下 USB 这块有时候可能会需要设置。 OK， 好，那大家刚才有看到过我们用这边的菜单去重启虚拟机对吧那 reset 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reset 是你机器假死的时候你要去按 reset， 这里 suspend 呢是可以暂停虚拟机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暂停虚拟机，比如说你今天要关机了，或者说你要重启电脑了，但是你想把这个机器也先关一下，你不一定要关闭系统这个是比实体机好的地方。你点击恢复，它就可以从你刚才暂停的地方恢复到刚才那个状态这个很方便用于做实验做系统的实验。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操作系统好像边缘有2条黑边是吧？还有这个鼠标经常会需要在宿主机和这个虚拟机之间来回切换，是不是很麻烦呢？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安装这个插件虚拟机软件的插件来完成简化这些操作分辨率会在安装好以后变得正常自适应你窗口变大它会自动适应成大窗口，窗口变小它也可以自动适应它的分辨率。我们这边安装一下这里也是选择典型如果你不是高级用户的话这样选就 OK 了。它可以帮我们完成2件事，一个是让分辨率变正常，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是接下来你可能不需要按 Ctrl 加 Alt 才把鼠标退出移回到这个宿主机的操作系统上面这个鼠标指针的定位它可以在2个系统之间平滑的过渡。那么这个套件安装好以后是需要重启系统的所以我们再次重启了系统。那趁这个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全屏虚拟机这里有快捷键，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来全屏化当前的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好的，分辨率这个自动适应这里我们输入密码登录虚拟机在虚拟机的设置里面还可以让它这个不输入密码直接自动登录在这个 Options 里面倒数第2项，好吧？那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是关于宿主机和虚拟机系统之间如何共享文件它这边第一个选项是这个直接 enable 的第2个选项是有一些受限那我们这边选择这边宿主机的F 盘直接共享这个 F 盘，这边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只读OK， 那我想起来这边还是要去勾选上面那个选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磁盘直接通过网络挂载的方式给挂载成网络驱动器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宿主机里面的文件了这样交互非常方便。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虚拟机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快照功能Snapshot。在这个菜单这边 Take Snapshot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快照我们就用默认的命名方式去命名它。创建这个快照创建好以后，你当前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所有信息就被记录下来。我这边不知道为啥它报错了但是它不影响这个快照的创建以及恢复，一般是不会报这个错的好，我们重新启动系统，然后回到这个 snapshot 这一块看到这些快照都已经正常被保留了下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快照这边这个 snapshot 1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快照的点，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后续当前这个位置那我们这边把这个文件删掉，然后我们再恢复刚才文件夹存在的这个快照的
恢复点啊。你可以选择下面这个，也可以选择上面这个，但是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点击到这个 Manager 里面。当你的快照很多的时候，建议用这种方式，点选它，点击 Go to Snapshot。点击完成以后，它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这个恢复比备份要快很多啊。OK， 这个文件夹又出现了啊。那这个就是快照功能啊，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好，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边是关于 Windows 官方微软官方怎么下载 Windows 镜像。你可能会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啊，当你找到这个 link 从官方下载的时候啊，不管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此时我们就需要用手机去下载啊，不知道为什么手机这个链接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像我一样输入这些关键字，找到这个页面啊，然后把页面一路往下滚啊，滚到太底下了啊。那这里跟电脑的操作界面是一样的啊，选择confirm， 然后出现的界面不一样了，它会让你再选择系统语言啊。那这系统语言随便你选吧，这个语言随便你选。好，此时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24小时有效的链接啊。我们有2种方式去下载这个文件，第一个是在上面长按，这个取决于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啊。如果你是安卓或者苹果的话，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方法去复制这个链接啊。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进行下载。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苹果生态下的话，你就可以用云剪切板，可以在你的电脑上下载了。好的，那以上就是影片的所有内容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频道感兴趣的话，也欢迎点播关注。我是老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